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哦，他嘴边肉是不是旁边就感觉上好像一颗球，深层这种很明显有一颗球，就是第二型嘴边肉这一种呢，你打题目都没有效哦。你看很明显，我们用深层埋线，它的效果就差异就可以非常的大，所以诊断非常的重要。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Hello， 欢迎科普医美新知，我们请张出来，张医师。好，今天呢，我们要开启一个我们要做一系列哈，就是关于这个线。坦白说，我之前录了很多线的这个影片，但是因为以前的我实在是太肥了。尤其我每次在影片里面哈哈大笑的时候，肚皮会跑出来，会动吗？所以我决定要全面下架我之前那些肥胖的影片。所以我把有一些影片呢，把它重新录。而且坦白说，以前有些画质真的太差，收音也不是很好。那再加上呢，有一些更新的知识可以更新给大家，所以我现在决定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啊，就是关于线雕。好，你想要知道所有埋线的内容都在这里。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集。那其实坦白说，我们做线我做线到现在，我应该是台湾最早做线的人，我做到现在15年，这么高，很久了。我在我开诊所之前就在做线哦。那其实这中间做线这个线，其实它真的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术。最早我们到国外学的时候，我发现国外的那一套，不管是你用西方人那一套，在黄种人身上真的行不通，很多问题，还有很多那种早期那种直进直出我说早期那个真的，当然现在你看大部分的诊所。9成9的诊所还用这种技术啦，那其实有很多问题。大家看我们现在都在打3代8字，很多客人都说远远看我们诊所的 logo 写38，对，我们写38，那为什么？人家以为38文吗？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只要台湾做医美，一直都知道8字线，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专利的技术。这个现在8字呢已经是第3代了，所以叫3代8字，所以远远就是看38。对，那这个只是为什么会叫3代8字，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做线这15年来做的很多技术的一些改良，那每当累积到一个重大的突破或是一个更强效的技术更少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化。所以这15年来，现在近代进化现在是3代8字，那3代8字到现在也用了好几年了所以它效果就很稳定，可以达到很多一般线雕达不到的境界。好，那我会慢慢的跟大家介绍，但是今天第一集的题目比较特别，什么人打电音波没有效，需要拉线？其实大家看我影片开头我就讲其实所有的医美技术从什么从仪器注射注射微整一部分，微创到手术，分这4大类。仪器呢就包含雷射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机器注射就是打肉毒玻尿酸。那什么叫微创？微创就是它的伤口是针孔，可是呢它需要一点恢复期。像你如果是打肉毒玻尿酸没这种恢复期，可是微创它还是需要的几天小小的恢复期。那手术当然就划刀，需要恢复期比较久一点效果也比较久，但需要一点恢复期。我们再分这4大类。那以拉提的技术而言仪器就是什么？就是像这个电波、音波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呢，大概如果是10年前拉提的这个仪器，大概只有电波。那大概7、8年前开始所谓的音波，当然后面有分1代、2代、3代、4代、5代的电波，像现在凤凰就是5代的嘛那后来还衍生出所谓的微针电波。那这个音波也分成1代、2代、3代的时候，有美国的也有韩国的。这些仪器大家有兴趣，我之后再另外开一个序列，第几集来连续几集来介绍这些机器的不同。这些仪器呢，对拉提有没有效？有效，但是它有一些它的局限性。你想想看其实不管你是用电波或音波，它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用加热的方式加热的方式，就像塑胶袋，我常常觉得用像塑胶袋，你吹那个吹风机吹一吹，塑胶袋是不是会收缩？它会这样收缩。电音波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它会有一定紧致的能力，但是它有它的限制。它最大的限制就是，不管你是电波、音波，它的能量是穿不透筋膜，它顶多打到筋膜。为什么？因为这电波、音波它是加热。那如果你穿透筋膜的话，筋膜里面有神经有血管嘛，你穿透筋膜就会让神经血管受伤。所以这些机器它原则上它的设定，不管你打得多强多深，它都是穿不透筋膜。
筋膜以上，这是它最大的限制。当哪些状况下电波、音波它做不到，它力量不够，它需要进展到下一步呢？因为以拉提的技术而言，下一步呢大概就是线，因为注射达到提升，其实它的效果甚至比仪器还要弱。好，为什么？注射有提升的效果吗？有。打肉毒可不可以用来提升？可以。我们知道肉毒是用来放松肌肉，所以我把会往下拉肌肉放松之后，它自然会有一些往上拉提的一些效果。可是其实都蛮弱的，就是没有那么强哦。你如果根据一些论文啊，比如说打鱼尾纹可以上提眼皮，大概就1mm嘛，打脖子啊，它上提大概也是2-3mm，就不是微微的哦，所以那真的就是微整形啊，所以比较弱。那填充拉提，我们常常听到说打一些什么玻尿酸填充啊，打什么力量也很弱，那个也是完全不能跟电音波比，因为填充的拉提，它严格来讲不叫拉提的。你打了一个东西让它鼓起来，看起来好像就微微往上，它其实不是真的往上，它只是因为它鼓起来变得比较挺，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微微往上，但事实上它是没有办法真的把组织这样做一个上提，所以那叫天挺，那不叫上提。所以严格来讲，注射的拉提效果是比仪器还要弱。那线的拉提效果当然又比仪器强一点，因为它是一种物理性的拉提，重点当然是要做的有效。当然，因为很多你做美效，有时候常常遇到客人抱怨说去哪里做个线，他做一做，效果很差，没有感觉，那就是没有做好，不然线的，对，那这种物理性的拉提，它绝对会是比仪器要强一些啊。手术就不用讲啊，当然我们不讲那些假拉皮啊，真正的拉皮当然一定有比线强，所以它是这样分一阶段一阶段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要讲，那什么状况下你用仪器没什么效果，你就不要被骗。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诊所为了增加你的消费，就像流水线一样，他进来就跟你讲，我们先试试看，不管你什么问题，来现在打个仪器吧，打完以后没有效，那不然3个月再来打一次还没有效，那不然我们试试看拉线，没有感觉啊。有些人其实他根本这些都不适合，该手术的全部都走了一波以后，已经花了几10万的，最后才来手术，所以他说，我觉得你太严重了，你应该要手术，那你怎么一开始不讲？要对症下药，对，像我们一般民众叫对症下药，对我们医生而言就是你一开始要诊断啊，所以一开始这件事就应该有医师来帮你诊断，而不是销售人员告诉你来，我们现在有什么，我们现在有什么特惠活动做什么？我跟你讲，这个机器最新最好啊，做这个。事实上，很多东西一开始就要先诊断。对啊。我本来想讲当白老鼠，你讲当老鼠屎更严重。其实很多诊所它的销售策略真的是这样，就先叫你从仪器开始做，然后再就是注射、微创，最后都不行了才手术，叫你每一个都试过，不能这个样子。我们一个一看，什么状况下你自己要知道，你打电音波可能效果是不好的，就不要被骗了。第一种，深层部位下垂。我们之前在其他影片有讲过，我们脸绝对不是一层脸皮贴在骨头上，就像我们画面当中这样。它脸是分3个层次的，浅层呢是皮肤跟皮下脂肪，中间那层叫筋膜，还有一些深层的构造。浅层的老化叫松，中间这层筋膜老化呢叫垮，深层的老化叫垂。好多种。是，那你一定要知道你是哪一种比如说像嘴边肉，我们来看一下。嘴边肉呢，就是嘴巴旁边的人叫嘴边肉可是我们真正在医学不应该这样看这个是我在医学会演讲，很多人想说，张医师是不是有自恋狂，全部都用自己的照片？那个好眼熟。对，很牺牲把我脸用这个样子，是因为蛮可爱的。这个很像以前肥胖我。对，但我用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的影片常常被盗用，我还干脆用自己的脸，随便你用啊，反正大家都知道是从我这来。好，我们嘴边肉就分这3种第一型的嘴边肉其实最主要讲的就是浅层的皮肤松。这种第一型的嘴边肉呢，它表现出来最常就是在末纹旁边呢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松弛。问题怎么处理你打电音波它会有一定的效果因为电音波它针对的能量层就是在筋膜以上，所以它对浅层呢它是有效的。所以他常常看到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子这种形式的嘴边肉。这个嘴边肉这3型的分型呢，其实我在有另外一集影片呢，专门在讲嘴边肉3型，特别的明显。像我们这有一些照片，大家有兴趣可以专门去看。你在 YouTube 上面打嘴边肉空一格3型，就会看到了。好，接着去看。再来这个是第2型的嘴边肉。第2型的嘴边不一样，它看起来像是你嘴巴旁边有一颗球，
这颗球哦，是我们脸上真实有的构造，叫假指垫，它就是球状，它就是球状的一球。第二型嘴边就是你有些人会觉得我嘴巴旁边还含着一颗小球，好像这个照片里面这个样子。那这一种打低音波就完全没有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像这个影片里面呢，这个人呢，他就是有第二型的嘴边肉，你看哦。他把手往耳朵后面这样拉扯，你会发现哦，他把皮拉紧了，可是嘴巴旁边还是有一颗球。所以怎么判断你有没有第二型嘴边肉？大家现在赶快拿起镜子来，就这个动作哦，把它往后拉，对，就是这样往后拉。如果拉完你发现你嘴巴旁边这里还是隐隐约约还是可以看到一颗小球，甚至大球的话啊，你还好嘿。如果你有一颗小球或大球，那你就是第二型了。那这个是深层的组织掉下来，这一种对不起，这一种你打电波、音波，你打100万发也没有效。因为它是在筋膜的深面，打不到。这就好像一个人拿着手枪，他去对着这个坦克车，人躲在坦克车里面，他拿手枪啪啪啪啪打100万发，里面的人会不会有事？不会有事。这个就很像这个假指垫，它躲在这个筋膜后面，你拿着这个电音波，就像手枪，你怎么打？这个筋膜都挡着啊！我刚刚说了，电波、音波的能量是没法穿透筋膜。所以是没有用的哈。我们接下来看这些术前术后，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啊，他嘴边肉是不是旁边就感觉上好像一颗球，深层这种很明显有一颗球，就是第二型嘴边肉这一种呢，你打低音波没有效哦。你看很明显，我们用深层埋线，它的效果就差异就可以非常的大，所以诊断非常的重要。那还有第三型的嘴边肉哦，它是属于筋膜松弛，这种第三型的嘴边肉就要看严重程度。如果是比较轻微的啊，打电音波会有一定的效果，但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大概也要用线来拉，它就是整个筋膜往下垮，就是像我们图片里面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的这些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你一定要先判断说你的问题是不是深层，就好像我常在比喻，我们的脸皮筋膜就很像这个气球，这些深层的组织就很像里面的石头或是沙包掉下来的话，如果你今天是深层的问题，你表面的这个气球啊拉了再紧，这个石头沙包还是在底下，还是没有上去。所以一定要先诊断，如果你是深层的问题，打低音波效果是很差的。好，除了刚刚讲到嘴边肉呢，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很多人觉得他去打效果比较差的，就是苹果肌的下垂。现在给大家看这个图很奇怪啊，怎么一颗一颗树啊？对，这是我们中脸啊，这一区中脸分一层一层这样子的构造。苹果肌有什么关系？对，看不懂哦，没关系。给大家看，只是要讲我们很有学问啊，不是啊，只是要讲这是专业的东西。你看现在我们的中脸这样凹凹凸的，就很像很多人他的脸有下垂的状况。很多的人呢，他的苹果肌下垂问题也是出在深层。这一种如果你打低音波效果也很差，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他会觉得苹果肌下垂打低音波效果不好，像很多人会觉得，我打低音波，嘴边肉有一定程度改善，可是苹果肌这个地方几乎都没有效，因为苹果肌的下垂10个里面有8个是因为深层的下垂，就是我影片里面讲的这个深层的部分它往下垂的状况。所以什么人打低音波没有效，要用深层的埋线。深层埋线就是要，如果你是深层下垂的话，要用深层埋线。等一下我这里面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因为深层的部位下垂打低音波没效，很多人只听到这里就跑去所以我要埋线，结果埋到了，他埋浅层的线一样没有效。所以你要确定你埋的线是深层的。好，什么叫深层埋线呢？假设这个是线，那不管你是什么牌子的线呢，线它的基本原理就是上面有一些小导钩，当然这不是线，这是鞋带。那不然每次客人说哇这么粗放在脸上好恐怖，这么粗我也不敢放在脸上，这是鞋带哦。这为了录影大家看比较清楚。一般浅层的埋线就是利用这个导钩，一端勾上面，一端勾下面。可是这种做法很多问题。第一个，你吃饭、讲话、做表情动一动就容易脱钩，就容易掉下来。所以很多人说我去搭个线，我去哪里埋线，大概2、3个月做个表情要掉下来，或是线就传出来了，就是脱钩。而不管你这个线是直直的啦、曲线啦或回旋的啦，这种做法都一样，它都是靠导钩都有这个问题，而且这种做法它只能拉纤，它没有办法处理这种深层的问题。那八字线不一样，什么叫3代八字线？3代八字线其中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在拉的时候，它是像这样看清楚，它会像这样子在里面绕，这样子在里面绕。那这样在里面绕，这个叫什么？叫做套索 ，noose，好，套索 ，noose。这种状况你就完全不用担心它会下垂，它很稳固。而且这种做法在绕的过程中，它浅层筋膜跟深层都可以同时往上拉。这么神奇？
对，所以它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自我判断你的嘴边肉是深层的，你就不用试了，电音波对你没有效。如果你主要在意的是苹果肌的下垂啊，电音波对你效果很大。这个是我在国外原厂的网站，这个是电音波他们的原厂网站他很得意的秀出来术前跟术后。就是等一下，好像感觉不到，对不对？对，你看这两坨，真的很无聊。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它就有2颗很大的球。刚刚我们看那个影片，第二点嘴边有的人比较大颗，有的比较小颗。但不管你是大颗或小颗的，你打电音波都没有效，像这样都没有效。好，我们再看还有什么的人呢？就不要期待电音波了。道理很简单，想要比较持久的拉提效果。那你现在最常听到的话术就是告诉你我们这台机器效果可以维持1年半2年，不管你是哪一台仪器，它的效果都是不可能超过1年，不然你怎么会常听到它会有这种疗程，叫你3个月回来打一次，半年回来打一次？如果它可以1年半2年，干嘛要叫你这么短时间回来？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吗？如果可以维持这么久，为什么要那么快回来打？事实上，这些电音波这些机器，它的很多临床的实验跟一些效果基本上呢都很难超过1年，因为它只能打到筋膜以上的位置啊。对啦。它不是每一层都可以处理啊。那所以它的维持时间就没有办法那么久。所以假设你今天要比较持久的效果，你可能就要考虑拉线或者是手术。但是我刚刚一样提到咯，如果你只是单纯靠导钩这种拉法，你也不要期望它会超过1年。除非像我们刚刚说的你是像这样子套索的方式，这种很稳固的方式，你就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有掉下来的状况，它维持时间就会久很多。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多重要这么重要如果你的脸偏瘦的，我也不建议你打电音波。我现在好像一直在黑电音波我们家也有电音波，我们甚至还有非常新的机器所以我这样讲不是叫大家不要打，我只是要叫大家要自我诊断，不要被话术，不要被销售，特别是对，脸瘦的人不要打电音波，不要打仪器。对，为什么？越打越熬。真的真的，因为电波音波我刚刚前面说了，它的原理就是什么？靠热的。电波所有的电波，它的原理都是靠 radio frequency 无线射频来加热，无线射频让氢离子共振产生热能。所有的音波都是靠超音波聚焦，不管你是哪一排，它们基本原理都是这样，就是分成两大类。所有靠无线射频就叫电波，所有靠超音波共振聚焦的就叫音波。那它们都是加热，就是热会怎么样？会缩小没有错，但也有可能会溶脂。所以瘦的人千万不要打电音波。我们看几个例子我跟大家讲，你看国外我也是为了录这一集我才知道有这个网站。国外网站就是有打电音波导致脸太瘦的受害者网站。还有这种网站，超级神奇的，居然有这种网站你看这个都是这个网站里面的图。你看它本来是这样，打完以后你看一堆纹路跑出来，为什么？因为它里面脂肪被溶掉了，空了，你再看，它还写得很详细。你看日期，本来是这样，打完以后，真的是溶脂的所以你再看这个打完以后，脸变得更瘦。所以我一定要警告大家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本来脸偏瘦，像很多人我这里有嘴边肉，这里有一坨这里是凹的，大家可以回去看我有一集影片，就是在讲脸颊凹有分前颊凹、中颊凹、后颊凹。那我有讲到中颊凹有分真正的凹跟下垂导致的凹。很多人他其实是下垂导致的凹，他想既然是下垂导致的凹，我就打电音波嘛。可是这种下垂导致的凹，它通常是因为深层的组织往下掉，从这里掉到这里，所以这里就凹了，这里就垂了。结果他去打电音波，打完以后这一坨有没有不见？没有，因为它是深层的嘛。结果这个凹更凹，更严重。再来，如果你太频繁打电音波，溶脂太多，更空，会更松更垂。那我们看很多照片。好，再来第4个，如果你里面有填充物的话，要注意，有可能会被溶。不是每个填充物都怕热，最怕热的我还记得10年前。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看新闻，因为那个新闻蛮有趣的。因为很多民众都不知道这件事，当时那个记者就是
说有一个正妹去泡温泉，然后出来鼻子就塌了。那个新闻我印象很深刻，很有趣。哦，我刚好无意中看到新闻，因为他就是打玻尿酸，去泡温泉很热，玻尿酸就溶。这么夸张？玻尿酸怕热，现在大家都知道玻尿酸怕热。低音波我刚刚一直强调，它就是靠热，它可以溶掉你体内的脂肪，当然也可能溶掉玻尿酸。所以如果你没有打玻尿酸，要注意，有可能打一打，它就不见了。真的会哦，不只是这样哦，像还有一些其他的材质，你也要注意会有这种状况。比如说精量值，它也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再比如说像最近有一个产品叫维贝拉，它也怕热。不过有一个产品它不怕热，4D 同源灯，因为它的玻璃化的温度是126度，所以呢，你电音波不会打126度，你的脸就熟了，所以不会。很多人问一件事我里面已经埋线的话，可不可以打电音波？顺便回答这个问题，线不怕电音波热，因为电音波的热最多就到70几度。那线是不会因为这样融掉的。可是，如果你埋的是浅层的线，浅层的线有可能会导致，特别是打音波的时候，就有可能那个能量会打到不该打的位置，烫伤。但是深层的线就不会，因为深层的线再筋膜一下嘛，电音波怎么样都打不到，所以就不会这个问题。好，这是额外跟大家提醒。所以如果你今天打了很多玻尿酸或是怕热的填充物不适合，可是我想拉提，那你就要考虑打线，不然你打完电音波你会发现一件事，之前打的都白打的。好，第5个小骨正颚。小骨正颚现在人越来越多了，打电音波几乎也没效果。为什么？你看，我都知道你要问什么，因为我之前讲过我们的这个脸的这些组织都附着在骨头上。你想想看，假设你这里少一节骨头，原本包在这个骨头上面的这个组织，本来因为这骨头比较大，它有比较大块才有办法包住它。现在骨头变小了，你这个软组织是不是多了一些东西出来？多出来的嘛，因为你骨头变少了，本来要包住它的东西就多余出来了。这个多出来的东西打电音波没有办法让它消失，所以打电音波效果不好。还有一个更大的重点，有时候你小骨跟正颚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钉子，你在做这些仪器的时候，就有可能会间接加热到那些钉子，会引起严重的烫伤。所以你看电音波，它会提醒你如果你有这些东西是不能做的。对，可是很多诊所都没有在甩进来。我削完骨以后脸比较垂，来，我们先打电音波。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因为事实上它真的发生过。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因为这个事情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很多诊所或许知道，或许根本不知道，就没有提醒这件事。如果你是因为削骨或正颚导致的松弛下垂，也不适合打电音波，那你怎么办呢？你要么就拉线，要么就手术。而且削骨跟正颚，你看骨头是在脸的最深层最浅层。好问题。骨头是在最深层最浅层，骨头是在浅层。你的骨头长外面，你是20骑士是不是啊？骨头不是长在最里面吗？好吧，看来他上班上了一天累了。好，骨头是在最深层嘛，对不对？那你削完骨以后，它最容易下垂的部位其实也是深层，而不是浅层。所以这种你打电音波也没效，你要么就用深层埋线，要么就用深层拉皮，才有办法处理它。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东西，我先强调，我不是要跟大家讲电音波是不好的东西。它有没有效？它有效，但是我要一直反复强调的事情是，一定要先诊断再处理。如果今天这个诊所连诊断都没有，都只告诉你有没有最新的仪器，这仪器多升级多升级，我之后录仪器的部分你就知道，仪器有没有效？有效，但是仪器的变革没有像他们讲的它其实都是有科学论据的，医学是要实证。是的。所以不是靠话术，但是大家很容易被销售。我们的节目的目的也是要给大家知道正确的医学知识。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对你很有帮助，或是对你的朋友有帮助，欢迎把这个节目转给你朋友看。如果你把这个节目转给朋友看，你跟我们小编讲，我们小编会把我们的一本电子书寄给你。这本电子书呢叫《微整圣经》，里面写了很多关于脸部构造的解答。把这个影片转给你朋友，我们就可以寄电子档给你。如果你个人有什么疑问，也欢迎留言给我们。OK， 实证医学才正确，录影术中录影别忽略，没效才是最贵，想说要找专业。拜拜。你们都笑了。好，今天节目到这啦，拜拜。